龙族子息艰难，只能和蛟族结合延续血脉。我爹是至尊金龙，我娘是天生好运的白蛟，而我却不是龙，也不是蛟，只是一条卑贱的小黑蛇。爹爹看到我，觉得娘亲让他丢了人，当场跟娘亲和离，娘亲也因此恨上了我。他剪了我的舌头，戳瞎我2只眼，把不满6个月的我扔进奴隶堆里，任他们玩弄我。我被折磨死后，他提着我脖子喂了狗。再睁眼，我投胎到了姨母肚子里，被确诊喜脉的娘亲猛灌3碗堕胎药。我知道他也重生了，他以为打掉孩子，爹爹就不会跟他和离。可这一次，他怀的可是自己想要的真龙。太好了，新华，我们都怀孕了，真没想到我也能怀上孩子。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我意识到自己真的投胎到了姨母肚子里。万兽以龙为首，龙族向来只在族内繁衍。然而千年前龙族被诅咒，子息艰难，只有和蛟族才能延续血脉。纵然这样，也不是谁都能生出真龙。龙族已有上百年没有真龙诞生了。龙王放言，9位皇子中，谁能诞下真龙，谁就能获得王位。这9位皇子中，唯有3皇子敖隐诞下真龙的可能性最大，因为他是龙王合龙所生。他所选的夫人新华也有真龙的血。上一世，我投胎到了新华肚子里，落地后却非龙非蛟，而是一条丑陋的黑蛇。敖隐勃然大怒，直接抛弃妻女。新华认为敖隐是因为我不爱他，所以将我活活折磨死。死后，我见了龙神，龙神可怜我的经历，说可以再给我一次投胎机会，问我有没有心仪的人家。我几乎是毫不犹豫选了姨母星月。姨母和新华是同胞姐妹，性格却天差地别。姨母温柔善良，身子却不太好。当时她跟新华一起进宫，被赐给了同样病弱的7皇子，2个人婚后恩爱异常，到我死时都没有怀上孩子。在新华折磨我的时候，姨母是唯一一个对我好的人。她曾多次想要把我偷偷带走，但都被新华发现了，2个人还曾打过一架。在我死后，也是姨母把我的尸体从狗堆里夺出来，她给我立了个小牌位，日日念经，我这才能攒够功德见到龙神。想到这里，我又蹭了蹭她身体，姨母肚子里真是太温暖了。还没高兴太久，我听到了新华的声音：大夫，我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你给我抓副堕胎药吧。姨母闻言大惊：新华，你疯了！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，为什么要打掉？我心也跟着咯噔一下。上一世新华怀我的时候，虽不如姨母兴奋，也是处处小心的。如今一听喜脉就要堕胎，难不成她也重生了？果不其然，因为她是个贱种。星月，我有预感，我肚子里根本不是龙，而是一条小黑蛇。我不能把它生出来，敖隐会因为它抛弃我的。姨母也很诧异，这孩子还没生，你怎么知道是龙是蛇？再说，如果3皇子因为孩子抛弃你，你应该去伤害他，不应该伤害孩子啊。可满心都是敖隐的新华怎么会听进去这话？他又喊了大夫几声：“大夫，给我开副堕胎药。”3皇子妃。大夫后退一步，冷声告诉他：“龙族血脉珍贵，龙王有令，任何人不能擅自堕胎，违者会被逐出龙族。如果您执意要堕胎，我只能把这件事告诉龙王了。”新华连敖隐都不愿意离开，又怎么会舍得离开龙族？他当即白了脸：“不堕，不堕，我是开玩笑的，我很爱这个孩子。”然而他刚走到没人的地方，就恶狠狠捶了自己肚子一下。小畜生，你别以为这样我就拿你没办法，这辈子我一定要除掉你。新华和姨母怀孕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龙王的耳朵里，因为只有他们2位皇子妃怀上了龙子，所以龙王非常高兴，当即赏了他们很多名贵药材。7皇子敖言得知姨母怀孕后，更是兴奋的一晚上没睡。他贴着姨母肚子跟我说悄悄话：“宝宝，你可不要闹娘亲，只要你乖乖的，出来后爹爹带你去人间买冰糖葫芦。”姨母打他：“这么小的孩子吃什么冰糖葫芦？只要宝宝想要，天上的星星我都给他摘下来。”看他兴奋的样子，姨母忽然想到了今天新华的话：“夫君，如果我肚子里不是龙，而是一条蛇怎么办？你还会要我们吗？”月月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想离开我吗？姨母还没说话，他把姨母拥进怀里：“不管你肚子里是蛇是龙，就算不是我的孩子，我也不要跟你分开。”这话说的孩子气，让姨母好笑又感动。我也被这句话打动。上一世我还在新华肚子里，没有得到3皇子任何安慰不说，我刚出生，他看到我的样子就炸了。他说我是妖怪，比着剑要往我身上砍。如果不是7皇子拦着，我早就成肉泥了。果然还是选7皇子做爹爹最好了。从知道姨母怀孕起，7皇子就开始为当一个好父亲做准备。他亲手为我做小床、小木马等小玩具，每天晚上贴着姨母肚皮给我讲故事，甚至还找上了岁数的嬷嬷，跟他们学习照顾孩子和产妇的技巧。而姨母做什么事也很小心，生怕惊扰到我。他们这么努力，我自然也会懂事。我乖乖待在姨母肚子里，从不闹他，而且我也从不过多摄取营养。相反，姨母身体里的坏东西我都会一口吃掉。如此过了4个月，姨母一点没胖不说，
脸色也红润了好多。一般女子怀孕，胎儿都会影响身体，七皇子妃身子不但没有亏损，相反比之前更强壮了，连以前的旧疾都不治而愈了。大夫已经活了很久了，就连龙王都是他接生的。他想了想，又说：上次这么好的脉象，还是老龙后怀龙王时见到的。姨母听了高兴坏了，她抓住七皇子的胳膊：夫君，你听到了吗？咱们宝宝竟然给我治病，他这么小，就这么体贴娘亲了，肯定是个特别懂事聪明的孩子。月月，咱们肚子里孩子真是个福报，还没出生就给你带来了这么大的福气。我鼻子一酸，两个人都没在乎大夫最后说的那句我的脉象跟龙王的脉象一样的话。他们爱的是我，不管我什么样，他们都会珍惜我。姨母激动过后，关心地询问新华：新华最近如何？她因为身子弱，生怕怀孕前期出意外。怀孕身子重，没时间去看她。她和孩子可健康？我就没见过这么不负责任的母亲。大夫告诉姨母，这段时间新华一直在折腾自己的肚子，她每天吃刺激胎儿的东西，辣的苦的轮番来，刺激的孩子天天在肚子里闹，她自己也不好受，疼得滋哇乱叫不说，时时刻刻都在孕妇。三皇子嫌她恶心，几乎每天不着家。这样一来，新华就更感觉是肚子里那孩子害的。她听说运动会让胎儿睡不好，便时时刻刻都在运动。听说城西的温泉会导致胎儿畸形，便在里面泡秃了皮。明明都已经4个月了，孩子的胎相却像2个月的。大夫感慨：他肚子里那个也是厉害，这么折腾都不掉。我在肚子里听了这些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幸亏这辈子不是我在他肚子里，否则要受老大罪了。姨母是真的善良，听说新华把自己折腾得不轻，便带了一车补品去看他，想着劝他放过自己和孩子。结果刚进门，他就闻到一股药味，抬头一看，新华正捧着一个大碗往自己嘴里灌。姨母闻着味道不对，上前把碗夺下来。新华，你在乱喝什么？什么叫乱喝？新华翻了个白眼，这是我跟老神仙讨的法子，可以让我肚子里的蛇变龙。老神仙是教族有名的骗子，就靠装神弄鬼糊弄人。姨母一听怒了：新华，你疯了？那东西给的药方能喝吗？小心把孩子喝死！新华冷笑：死了最好，省得我亲自动手。姨母震惊过后，又忍不住劝他：新华，不管你肚子里是龙还是蛇，他终究是你的孩子啊。他要是知道你这么对他，一定会讨厌你的。星月，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毕竟不是你怀了这么个贱货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肚子里可能是条龙，所以七皇子对你好的跟祖宗一样。有本事咱们两个肚子里的东西换一换，看你怀个蛇，七皇子还会不会宠你？自从大夫给姨母把脉过后，就有姨母怀了真龙的消息传了出来。不过大家都知道，七皇子对姨母好，是真心爱她，只有新华会认为是因为肚子里的孩子他们两个感情才这么好。姨母气不过，又跟新华吵了2句，两个人最后不欢而散。新华虐待自己肚子孩子的事，最终还是被龙王知道了。为了保护龙子，龙王把姨母和新华都接到了龙宫里，专门找人看护。尽管身边都是龙王的人，新华还是变着法找机会折腾肚里的孩子。姨母见了，满心都是心疼，却再也没劝过。也不知新华肚子里到底是什么物种，被他这么折磨都没有流产。孩子受罪的同时，新华也没少受罪。只有充足的营养才能让自己存活下来。他肚子里的孩子疯狂吸收他身体里的东西，新华又不愿意吃太多，害怕身材走样，一个不吃，一个疯狂吸收。新华最后变得四肢纤细，肚子老大，皮肤也暗黄枯燥，看起来像是老了10几岁。意识到这样下去，肚子里的孩子不死，自己也就要死了。新华放弃了折腾之后，他来找姨母认错。我知道错了，我先前定是中了蛊术，心智不清，才做下那么多荒唐事，屡屡伤害腹中孩儿。如今我已然痛定思痛，想通了一切，往后不管我腹中孩子是龙是蛟是何模样，我都会收敛起所有执念，好好做一个称职的母亲。姨母欣慰一笑：新华，我看过蛊书了，就算我们生出来的是蛇，只要加以修炼，还是可以化龙的。新华笑道：姐姐说的是。姨母，接着这育儿经上的内容我有些不大明白。新华，你姐听我说，好的保胎圣品你拿回去，还送了他多谢姨母。姨母跟七皇子感慨：新华终于长大了。所有人都说新华变了，只有我知道这女人的本性。她现在这个样子绝对是装的，她一定计划着一个大阴谋。果不其然，又过了1个月，就在姨母预产期将近的时候，新华买通了姨母身边的侍女，把姨母迷倒了。我听见新华带了几个人进门，开口说：把催子药喂下去，一会儿我们2个生了孩子，记得调换一下。把催子药喂下去，一会儿我们2个生了孩子，记得调换一下。交代完这些，新华走过来摸了摸姨母的肚子。星月，你平日里就爱教育我生什么都一样，
那我倒要看看你生个什么都不是的贱种，还能不能这么淡定？他笑的声音很大，我听完心却一沉。原来他这段时间对姨母这么殷勤，是为了调换我和他的孩子。我顿时有些慌了，不行，不能让他得逞。我急得在姨母肚子蹦了蹦，姨母快醒醒，不要睡了。可那迷药劲太大了，不管我怎么折腾，姨母都不醒。这时我感觉身边一阵晃荡，姨母的子宫开始用力挤压我，坏了，他们已经喂药了。我又踹了姨母几脚。就在我绝望的时候，姨母的声音传来：你们是谁？放开我！来人呐！快来人！我听到了七皇子以及龙王的声音，太好了，大家都来了，这么多人，新华应该不会再调换孩子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泄了力。大家让开！七皇子妃要生了！话音刚落，我就见到了白光，我竟然就这样生出来了。所有人都惊奇地看着我，似乎没想到我竟这样懂事，连生都没有让姨母。不对，我已经生出来了。姨母是我名副其实的娘亲了，姨母是我名副其实的娘亲了。我被抱到娘亲的怀里，闻到熟悉的味道，我对她笑了笑。夫君，你快看，小宝一生下来就会笑，他真可爱。跟上一世完全不一样，大家没有一个人嫌弃，都笑着说恭喜。尤其是爹爹和娘亲，对我的爱意满的都要溢出来。我被爱包裹，来回乱看时，看到新华匆忙走过来，娘亲也看到了他。新华，你快来看我的宝宝，他好乖。新华走过来，眉头紧皱，直到目光触碰到我，他瞪大眼睛，尤其是看到我额头那抹发光的印记后，新华整张脸惨白。是你？你怎么会有这个表情？娘亲觉得奇怪，什么表情？新华握着我的手微微颤抖，他额头上。然而他再看，那抹印记已经没有了，我又变成了一条普通小蛇。他怎么会是你的孩子？那我肚子里是谁？他话音刚落，一滩水从他身下流出，新华开始疼得在地上打滚，他要生了。相比较娘亲生我，新华这一胎生的极其困难，她生了3天3夜，也叫了3天3夜，哀嚎声吵得我睡不着。娘亲一边哄我，一边心有余悸，对爹爹说：“还是咱们家平安好，怀他的时候没有受罪，生他的时候一点都不疼。”活了2世，我终于有了名字。上一世我出生就被嫌弃，新华对我称呼不是小贱种就是小娼妇。这一世娘亲给我取名叫平安。不管我是龙是蛇，他想要只是让我平安。爹爹过来也掐了掐我的小脸。咱们平安真是天底下最乖的孩子。嬷嬷跟我说，别的孩子刚生出来都要闹一闹，但平安都是吃了睡，从来不哭不闹，长得也比别家小孩好看。爹娘可真爱我啊！明明我长得很普通，他们却说我比所有小孩好看，我忍不住笑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有个人跑过来禀报他们：七皇子、皇子妃、三皇子妃生了一条金龙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爹娘带着我去看热闹。到了地方，新华被里3层外3层围着，还没进去，就听到他的笑声：苍天有眼啊，竟然真的让我生了条金龙。他献宝一样的将小金龙交给三皇子。夫君，我就说我能生龙的吧。三皇子眼睛都笑没了。新华，你是我们龙族的大功臣。他连忙把小金龙抱到龙王面前，让龙王也好好看看。这是100年来龙族诞生的第1条龙。龙王大喜过望，将小金龙好好打量一番后，竟然发现了不对的地方。这小金龙怎么只有2只爪子？人们这才发现，新华生的龙真的只有2只爪子，一般龙都有5个爪子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人发现这小金龙状态不对啊，这么久了还没有睁开眼睛，看起来也没精神，不会是要死了吧？听到这话，新华怒了，他噌地起身，指着那人大骂：“你才要死了，我的小金龙好着呢。”可就在他话音刚落，龙王怀里的小金龙忽然抽搐起来，他嘴里很快有了白沫，抽了一阵，头一歪，真的死了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正好大夫就在旁边，他连忙凑过来给小金龙检查了一番，告诉龙王：“启禀龙王，龙子一开始应该是正常的，但三皇子妃在孕期应该是吃了什么药物，导致她身体有亏损，所以刚生下来就死了。”三皇子勃然大怒，他提起新华的衣领：“你到底吃了什么东西，竟然害死了我的龙子？”新华更是慌了神：“我什么都……”他话说到一半，忽然看向娘亲，跳脚：“是他，一定是新月嫉妒我，他给我吃过很多保胎药。夫君，是他嫉妒我肚子里的是龙，所以给我下了药。”
三皇子将目光转移到娘亲身上，表情似乎恨不得将娘亲千刀万剐。毕竟，如果这个聋子活下来，他就是下一任龙王。老七，你夫人害死我的孩子，这账该怎么算？我被这话气得握起小拳头。好在娘亲还是很冷静，她开口：新华，你说我给你的保胎药有问题，但那些药我也吃了，怎么我的孩子一点事都没有？而且你是不是忘了，你曾吃过老神仙的药，说自己肚子里是蛇不是龙，想要靠那药转成龙。新华怀孕做的那些事大家都知道，娘亲此话一出，很多人都站在她这边，说新华肯定是自作自受。新华急了，连忙说老神仙的药没问题。为了自证清白，他让人把老神仙给开的药方拿过来。谁料大夫看了之后告诉龙王，这药方有问题，想来就是因为这个方子，龙子才会只有2只爪子。可怜的孩子，不知道在肚子里遭了多少罪，竟然能坚持到现在。他的一句话让新华如遭雷劈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我真的一开始就怀的龙子，是我自己吃药把它变成了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他抓着头发，看起来很绝望。懊恼许久，新华猛地抬头，他死死抓住三皇子胳膊。夫君，我们再生一个吧。三皇子一时没反应过来。什么？我们再生一个。新华竟然笑了，只不过那笑很是扭曲。我既然能生一条龙，就能生第2条。我们再怀一胎，肯定也是真龙。新华生了一条龙，但这条龙刚出生就死了，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。龙族很多人都拿他当笑话讲给身边人听，然而新华根本不在乎这个，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，跟三皇子想要再生一个，到底是鲛族最好运的女子。不到2个月，新华怀上了第2胎。这一次她自然不会像上一胎那样乱搞，在家里万事小心，保胎补品不要钱一样的往嘴里送。她告诉所有人说她有预感自己肚子里这次还是一条龙。尽管很多人都不喜欢她，但大多数人还是信了这句话。毕竟她第1胎就是龙，100年来也只有她生出来了一条龙。不仅龙王听说她怀孕后，从龙宫里调来人手精心照顾她，三皇子也一改往日风流，不再寻花问柳，在家里陪着她。一时间，新华风头无两，大家都以为她会像第1胎那样，到了日子就准时出生。谁料她这一胎一怀就怀了3年，怀3年本应该是个怪胎，但新华听说天上有个神仙，他娘怀她时就怀了3年，便也对外说自己怀的不是个普通小龙，也是个小神仙。新华这3年过得高调，我却也很幸福。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，爹娘都很宠我，从小他们就给了我无数关爱，不仅他们喜欢我，就连龙王也很喜欢我。尽管我只是一条蛇，但龙王还是赏赐给了我很多东西，常常让我进宫陪他，也会出宫看我。就在我3岁那天，他还给我摆了宴席，赐我公主的称号。龙王拍着我的头，将属于龙族公主的长命所赐予我。小平安，你还有什么心愿啊？只要你说，爷爷就满足你。我笑得很甜，我希望龙王爷爷长命万岁。在场人都因为这句话笑出声，唯独新华一脸厌恶，他低低骂一句：龙王真是老糊涂了，一条小黑蛇有什么好宝贝的？那长命锁应该给我肚子里这个才对。宴席很快结束，当天晚上，龙王让我在宫里住下，一个嬷嬷带我去住的房间。可走着走着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直到他领我走进一个没人的院子，看到新华那一瞬间，我下意识往外跑。然而很快新华抓住了我肩膀，笑得格外瘆人。小平安，你跑什么？我心扑通跳着，眨眨眼。姨母，你找我什么事吗？姨母想给你个生日礼物。新华从自己袖子里掏出一块糕点，这是姨母特地给你做的，吃了它吧。我看看它，又看看那块糕点，直觉告诉我这东西有问题。我将那块糕点接过来，要放进嘴里时，我直接扔到他脸上。姨母，你留着自己吃吧。扔完我就跑，结果刚到门口，大门就被关上。新华跑过来，用手钳住我的脖子，表情凶狠。小畜生，我好心给你带糕点，你却吃都不吃，这么浪费姨母的心意可不行，快吃。他不知从哪里又拿出来一块，直接往我嘴里塞。我奋力挣扎，但我毕竟只是一个3岁小孩，怎么可能抵抗得了一个大人？我大喊：救命！救命！三皇子妃要杀人了！
星华，你如果再杀我，我会让龙神把你肚子里的孩子变成蚯蚓。闻言，星华停下动作，他神色复杂地看着我。你……结果他的话还没说出来，大门被人打开，娘亲站在门口。平安，我直接跑过去，娘亲，救救我！姨母要杀我！娘亲身后跟着爹爹和龙王，显然是有人发现我不见了，通知了他们。他们一个院子一个院子找过来的。听完我的话，龙王不可置否看着星华。你要杀平安？星华眼底闪过一丝慌乱，很快又镇定下来。父王，你别听他乱讲，我怎么会杀他？我把他带到这里来，是想要给他生日礼物，谁料他不识好人心，说我要杀他。平安，你这么诬陷姨母，到底有何居心？他一脸失望，还让身边人把手边的点心盒子拿来，里面是他精心准备的糕点。星华身边的婢女也说，这是他大着肚子亲手做的，全是他的心意。因为娘亲不喜欢我吃甜食，所以才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想要给我。没想到我倒打一耙，此话一次，所有人都开始同情他，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仿佛我是不懂事的小孩。星华又说，小平安，我知道你是害怕娘亲责罚你，所以才撒谎。你放心，姨母不怪你。小孩子嘛，撒谎是正常的。他旁边的人立即附和，小孩子撒谎才可怕。平安小公主，你应该给三皇子妃道歉。我不道歉。我忍无可忍。娘亲，龙王爷爷，他就是想杀我。他不仅今天想杀我，3年前就是因为他买通了娘亲身边的侍女，给娘亲下了药，想要调换你们肚子里的孩子，只是娘亲突然醒了，他没有得逞而已。别人还没反应过来，星华炸了。3年前我怀的是龙，你娘亲怀的是你这条小黑蛇，我有什么好调换的？当然是因为我还没生出来的时候，你怀疑娘亲肚子里是龙，你肚子里是蛇，才这么做的。星华脸更黑了。你胡说八道，父王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这小丫头明显是诬陷我的，那时候她连生都没生，怎么就知道我要调换孩子？够了。我还没说话，娘亲开了口，她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将我往怀里一带。我女儿不会诬陷人的，是不是真的把人叫过来审一审就知道了？很快，3年前在我娘身边伺候的婢女被带走了，龙族自然有自己的审讯手段。没多久，那几个人的状词就被带了过来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，星华买通了娘亲的侍女，给她下药要换孩子，只不过娘亲中途醒过来喊来了人，这件事才没有得逞。龙王看了这些状词，勃然大怒，将纸甩在星华身上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星华脸色苍白。父王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一定是星月和这个小贱人故意陷害我，我没有这么做过。可平日里娘亲和星华的为人众所周知，大家都相信这件事是真的。娘亲知道真相后，被气得全身发抖，上前一步恳求龙王对星华做出处罚。星华崩溃。星月，我和你可是亲姐妹，你就为了这么个小畜生要罚我，是不是太不讲感情了？娘亲冷冷地看他一眼。那你要害我孩子的时候，可曾想过跟我的感情？娘亲和爹爹持续给龙王施压。就在龙王准备按照龙族规矩处置星华的时候，他忽然倒在地上大叫起来。哎呦，我的肚子好疼，我要生了，快来找人给我接生。天大地大，都不如生孩子大，更何况他要生的可能还是真龙。龙王很快就安排了人给星华接生。很多人知道星华怀了3年的龙子终于要生的时候，纷纷跑过来看热闹。这一胎星华生得很顺利，不到半天就生了出来。只不过孩子出来以后，所有人都傻了眼，因为襁褓里的不是龙也不是蛟，更不是蛇，而是一条弱小的蚯蚓。龙王当即黑了脸，三皇子也像是受到了雷劈，唯独星华不了解情况，让人赶紧把孩子抱给他。让我看看我这次生的小龙怎么会这样？我的真龙呢？你的真龙呢？三皇子脸阴沉的可怕，跟上一世一样，他直接拔出剑就要往那个小蚯蚓身上看。爹爹及时上前将他拦住。三皇子对星华破口大骂：星华，这就是你口中的真龙？你可真是好样的，怀了3年就怀了这么个东西。不是的。星华连连摇头，慌张极了。这肯定不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是龙，怎么会是蚯蚓呢？会不会……他忽然想到了什么，
抬头向我看来。我知道了，是你做的。我被他眼神吓到，下意识退了2步。谁也没想到，就短短一瞬间，新华就已经掐住我的脖子，他抢身边一人的剑抵在我的脖子上。他疯了一样的问我，是不是你这个小畜生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，让我孩子变成了蚯蚓？这辈子我都放过你了，你为什么不放过我？在场的人除了我以外，别人都听不懂他说什么。娘亲更是在刀出现那一刹那变得惨白。新华，你快把平安放下，没有人调换你孩子。爹爹也跟着着急。是啊，平安才是一个3岁小孩，能对你做什么？你们不懂，新华已经疯了，他已经害过我1次了，这一世他又想害我，去死吧，你这个畜生！话音未落，他手中的剑直接插进我心脏里，我感觉胸口一阵剧痛，然后听到了娘亲和爹爹的尖叫声。与此同时，眼前一道金光闪过，一股热意传遍我全身，我大脑变得混乱，又逐渐清晰。我又想到了上一世死后见到了龙神的场景。他听完我的遭遇，长叹一声，问我想不想要投胎后，又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呢？哦，我终于想起来了。他说我是真龙来着，但因为龙血被封印了，所以不能现原形。龙血被禁锢在心脏，只要打破它，我就能幻化成真龙。一股强大的力量冲破我的躯体，我大吼一声，感觉整个身体飞起来。接着我又吼了一声，这次却不是普通叫喊声，而是名副其实的龙吟。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变成了龙，我在空中飞了2圈，重新落地。在幻化成人形后，我身上的伤不治而愈，额头上也长出龙角。所有人都一脸惊呆了的表情看着我。没几秒，大家高兴起来，是真龙，平安公主化成龙了。原来平安公主是龙，我就觉得她不一般。龙族有救了，所有人都很高兴，唯独新华傻一般看着我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不敢相信。你怎么会是龙呢？我本来就是龙。我将真相告诉他。上一世我也是，不过我变成龙的方法有2个，第一个就是激活我心口的龙血，还有一个就是等我成年。可惜你没有耐心，所以你怎么也做不了龙母。他的举动已经惹怒了龙神，上一胎龙子是给他最后的机会。听完我的话，新华变得更加崩溃。不可能，这一切都是你在骗我，我能生出龙的。我们再来一次就行。说着，他拿着剑又往我身上刺来。只可惜这次所有人都看着，在他捅我之前，已经有人捅到了他身上。新华就这样死了，而他生的那个小蚯蚓也没有活太久，不到3年也跟着一起去了。因为我化身成龙，龙王遵守了之前的约定，宣布爹爹会是下一任龙王。3皇子发了疯，却无可奈何。在爹爹登基那天，我把所有的真相告诉了他们，本以为会得到责罚，没想到爹娘哭得跟泪人一样。他们一听到我上一世的下场，就忍不住了，将我抱在怀里说我受苦了，尤其是娘亲。平安，我们要谢谢你选择了我们当父母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荣幸。不管你是蛇还是龙，我们都觉得幸福。我也一样，有他们做我爹娘，真的很幸福。登基大典的金辉铺满了整座龙宫，琉璃瓦折射出万道金光，四海八荒的异兽部族皆俯首称臣，恭贺新龙王敖颜登基。我立在爹娘身侧，额间的龙角银白温润，周身萦绕着纯正的金龙气韵，不再是那条蜷缩在黑暗里人人践踏的小黑蛇，而是龙族百年难遇、身负天命的真龙公主平安。新华的尸身被随意葬在了龙族禁地之外的荒土，无人吊唁，无人惋惜。那个偏执了2世，为了龙位，为了夫君的宠爱，不惜残害亲女、构陷亲姐的女人，最终落得个尸骨无存、血脉断绝的下场。他到死都不明白，龙族的尊荣从不是靠诞下真龙换来的，人心的凉薄也从不是一个孩子的模样能够决定的。3皇子敖隐彻底疯了，他失去了唯一的龙子，失去了继承王位的资格，更失去了他是若珍宝的体面。每日披头散发地游荡在龙宫长廊，嘴里反复念叨着真龙龙位，见了任何人都要扑上去质问，活成了龙族最大的笑话。父王念及手足之情，没有取他性命，只是将他禁足在冷宫，终身不得踏出半步，这是他应得的报应。上一世他拔剑要将我斩成肉泥，视我为污秽妖孽，这一世他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希望，
沦为孤家寡人。天道轮回，从来都不曾偏袒任何一个作恶之人。龙宫的日子，温柔的像一场永不醒来的美梦。母后星月依旧是那个温柔善良的女子，从未因我化身真龙便有半分疏离。她依旧会每日亲手为我缝制软乎乎的锦袍，会在我修炼疲惫时端来温热的花蜜羹，会抱着我坐在庭院的桃花树下，轻声讲着人间的趣事，眉眼间满是化不开的宠溺。平安，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母后用帕子轻轻擦去我嘴角的甜渍，指尖温柔。不管你是小黑蛇还是真龙，你永远是娘亲的心尖宝，是娘亲只求一生平安的小丫头。我窝在她怀里，鼻尖发酸，两世的苦楚在这一刻尽数消融。上一世我渴求一丝母爱，换来的却是弯目割舌，弃尸喂狗。这一世我无需讨好，无需伪装，便拥有了全世界最纯粹的爱意。父王熬颜待我，更是宠到了骨子里。他褪去了往日病弱的模样，登基之后，金龙气运加深，就极尽数痊愈，身姿挺拔，眉眼威严，却唯独在面对我时，永远是那个温柔笨拙的爹爹。他会放下龙王的政务，陪我去人间逛集市，兑现当年未出生时的承诺，给我买一串串红彤彤的冰糖葫芦，会亲手为我打造镶满明珠的龙鳞玉佩，会在我修炼遇到瓶颈时，耐心的手把手教导，将毕生的龙族心法倾囊相授。我们平安，不必做最强大的龙，只需做最快乐的龙就好。父王揉了揉我的头顶，龙角相触，暖意融融。龙位、权势、天命都不及你一笑。爹爹做龙王，只是为了给你撑起一片无忧的天地。四海不足皆知，新任龙王膝下唯有一位真龙公主，宠得无法无天，视若掌上明珠。龙族上下无人敢对我有半分不敬。那些曾经私下议论我是黑蛇剑种的老臣，如今见了我，皆是毕恭毕敬，俯首行礼。我从不计较那些过往的恶意，因为我知道，真正的尊贵，从不是血脉的标榜，而是被爱包裹的底气。我无需向任何人证明自己，爹娘的爱，便是我此生最坚硬的铠甲。日子安稳顺遂，可我心中始终藏着一个疑惑：龙族1000年的子息诅咒究竟从何而来？龙神曾言，我身负真龙天命，是破解诅咒的关键，可这诅咒的根源却始终迷雾重重。这日，我独自前往龙族圣地的龙神祭坛，祭坛云雾缭绕，1000年的龙气氤氲不散，中央的龙神雕像栩栩如生，双目垂眸，俯瞰着整个龙族。我屈膝跪地，额头轻触冰凉的白玉地面，诚心叩拜。龙神大人，弟子平安，求问龙族诅咒真相。话音落下，祭坛金光乍现，一道温和苍老的声音响彻天地，正是当年赐我重生的龙神。池儿，你终于来了。金光凝聚成一道虚影，龙神立于我身前，目光悲悯。龙族1000年子息艰难，并非天罚，而是心结。1000年前，龙族先祖偏执于血脉纯净，轻视骄族，视骄族为附庸，为了所谓的真龙血统，不惜抛弃妻女，残害血脉。这份偏执与凉薄化作了龙族的诅咒。我心头一震，骤然明白了一切。星华的执念，敖隐的凉薄，上一世龙族众人对飞龙血脉的鄙夷，皆是这份诅咒的延续。龙族渴求真龙，却忘了血脉的本质是温情，是守护，而非功利的筹码。他们嫌弃骄族，却又不得不依靠骄族延续血脉，这份矛盾与自私，终究困住了整个龙族。你两世受难，却始终心存善念，未曾被仇恨吞噬。龙神抬手，一道金光落在我的眉心。上一世你是被偏见扼杀的真龙，这一世你是被爱意唤醒的天命。龙族的诅咒唯有以爱化解，以纯粹的血脉温情破除1000年的偏执。星华与敖隐是诅咒最极致的牺牲品，他们渴求真龙，却不爱孩子，渴求权势，却不懂珍惜，最终亲手葬送了一切，使他们自己困住了自己。龙神的话语如醍醐灌顶，解开了我所有的执念。我从未恨过星华，只觉得他可悲。他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，为了夫君的宠爱，为了龙族的尊荣，弄丢了自己，也弄丢了最珍贵的骨肉亲情。他到死都不知道，当年他腹中的真龙本可以平安长大，是他的偏执与恶毒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希望。龙神大人，那诅咒可解？我抬头问道。已然解了。龙神轻笑，
目光温柔。自你化身真龙，被爱意滋养的那一刻，龙族千年的心结便已消散。往后，龙族与蛟族平等相待，血脉相融，不分贵贱，子息自然绵延。你便是龙族的救赎。金光散去，龙神的虚影渐渐消失，只留下一句余音萦绕在祭坛之上。平安，守其心，爱其人，便是守龙族万世安宁。我起身，望着祭坛外万里晴空，心中豁然开朗。原来我的重生不仅是为了弥补自己的遗憾，更是为了救赎整个龙族。我吃过最苦的苦，所以懂得温柔的珍贵。我被最狠的恶意伤害过，所以不愿任何人再重蹈我的覆辙。回到龙宫，我将诅咒的真相尽数告知了父王与母后。二人听罢，皆是唏嘘不已。父王当即颁布龙族法令，昭告四海，龙族与蛟族世代修好，平等共处，无论龙、蛟乃至一族血脉，皆是龙族子民，不得有半分歧视，违令者逐出龙族，永不赦免。法令颁布之日，四海震动，蛟族全族欢腾，千年的附庸身份终于被彻底抹去。蛟族族长亲自率领族人前来龙宫朝拜，献上蛟族至宝，感念龙王与真龙公主的恩德。龙族与蛟族的隔阂在这一刻彻底消散，血脉相融，温情脉脉，千年的诅咒烟消云散。此后，龙宫之中渐渐有了新的生机，皇子妃们接连有孕，不再执着于真龙血脉，无论诞下的是龙是蛟，皆是被捧在手心的珍宝。没有了功利的期盼，没有了血脉的偏见，龙族的庭院里处处都是孩童的欢声笑语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压抑与冷清。我看着这一切，满心欢喜。这才是龙族该有的模样，不是冰冷的权势牢笼，而是温暖的烟火人间。3年时光转瞬即逝，我已然6岁，化为人形时是眉眼精致的小姑娘，周身龙气内敛，温柔灵动；化为真龙时是通体鎏金的五爪金龙，身姿矫健，气运滔天，是整个龙族最耀眼的存在。这日人间暮春，桃花灼灼，父王与母后带着我前往人间江南游玩。江南水乡，烟雨朦胧，乌篷船摇曳在碧波之上，两岸的桃花开得烂漫，清风拂面，满是清甜的花香。母后靠在父王肩头，眉眼含笑。我坐在船头，晃着脚丫，手里捏着一串冰糖葫芦，甜丝丝的滋味在舌尖化开。平安，你看人间多好。母后轻声道：没有龙位之争，没有血脉偏见，只有寻常的温暖与安稳。我点点头，回头望向爹娘。父王温柔地揽着母后，目光缱绻，二人相视一笑，岁月静好。这是我2世以来最渴望的画面，如今触手可得。娘亲，爹爹，有你们在，哪里都是最好的地方。我扑进2人怀里，笑得眉眼弯弯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阵孩童的嬉闹声，几个凡间的小孩拿着风车追逐着跑过石桥，眉眼纯粹，无忧无虑。我望着他们，忽然想起了上一世的自己，那个不足6月就被扔进奴隶堆里的小黑蛇，那个被剜目割舌、惨死狗口的小可怜，那个在黑暗里连一丝光明都奢求不到的孤魂。若是没有龙神的恩赐，没有爹娘的疼爱，我或许永远都困在那段黑暗的过往里，被仇恨裹挟，不得解脱。可如今我释怀了，苦难是过往，温柔是余生。我不必回头看，不必记恨谁，只需珍惜眼前的温暖，守着爱我的人，平安顺遂，一生无忧。夕阳西下，金色的余晖洒在水面，波光粼粼。父王牵着我的手，母后挽着我的胳膊，一家3口漫步在江南的青石板路上，影子被拉得很长，紧紧相依，永不分离。回宫之后，龙族迎来了一件大喜事，母后有孕了。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龙宫，所有人都欢天喜地。父王更是寸步不离地守着母后，小心翼翼的模样，比当年我未出生时还要紧张几分。平安，你要做姐姐了。母后摸着小腹，眉眼温柔。以后就有弟弟妹妹陪你一起玩了。我趴在母后的小腹上，轻轻听着里面微弱的心跳，心中满是期待。我会做最好的姐姐，会把我所有的温柔与宠爱都分给这个小家伙。我会让他知道，无论是什么模样，都会被全心全意的爱着，永远不会经历我曾经的苦难。10月怀胎，母后顺利诞下了一位小公主。小家伙并非纯血金龙，而是龙蛟混血，眉眼像极了母后，温柔灵动，小小的身子蜷缩在襁褓里，软糯可爱，没有任何人有半分嫌弃。
父王抱着小公主，笑得眉眼舒展，小心翼翼地哄着，视若珍宝。龙族众人纷纷道贺，无人提及血脉，只感念龙嗣绵延，阖家欢喜。我凑过去，轻轻碰了碰小公主的小手，软乎乎的，温热可爱。妹妹，我是姐姐平安。我轻声道，以后姐姐保护你。小公主似是听懂了，小手攥住我的指尖，咯咯地笑了起来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懂得了龙神的深意。龙族的救赎，从来不是一条真龙的诞生，而是爱的觉醒。当血脉不再是衡量价值的标尺，当偏爱取代了偏见，当温柔战胜了凉薄，龙族便真正拥有了生生不息的希望。新华穷尽两世追求的真龙荣耀，不过是一场空梦，而我所求的，不过是爹娘在侧，亲人安康，平安喜乐，岁岁年年。岁月流转，又是数年。龙族愈发繁荣昌盛，龙交和睦，子民安乐，子息绵延，再也没有了子息艰难的困境。冷宫的敖隐，在无尽的疯癫与孤寂中悄然离世，无人问津，彻底消散在了岁月里。我渐渐长大，成为了龙族最受敬重的长公主。我不恋权势，不慕尊荣，每日陪着爹娘，护着妹妹，修炼龙法，游历四海，活成了最自在、最温柔的模样。额间的龙角温润，周身的龙气柔和，所有人都说真龙公主是龙族最温柔的光，照亮了千年的阴霾。偶尔我会独自前往新华的荒冢，没有怨恨，没有鄙夷，只有一声轻叹。我放下了所有的过往，原谅了所有的伤害，不是为了他，而是为了我自己。我不愿让仇恨困住自己，不愿让黑暗沾染我如今的光明。桃花开了又谢，春风来了又去，龙宫的庭院里永远暖意融融。母后坐在桃花树下，缝制着锦袍，父王陪在一旁煮着清茶，妹妹缠着我，叽叽喳喳地讲着趣事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。我靠在桃花树上，望着眼前的一切，眉眼温柔。两世浮沉，一世苦楚，一世圆满。我曾是卑贱泥泞里的小黑蛇，无依无靠，惨死收场。如今我是被爱意包裹的真龙，有家可归，有人可爱，一生平安，万事顺遂。龙神说我是龙族的救赎，可我知道，真正救赎我的，从来不是天命，不是血脉，而是爹娘的爱，是这世间最纯粹、最温暖的温柔。从此，龙族无诅咒，人间无疾苦，我爱的人岁岁平安，年年相伴，这便是我此生最好的结局。